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成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我們要聊一個所有人都在關注，甚至可能讓你每天晚上睡不好，感到極度焦慮的話題。這幾年人工智慧的發展速度真的快得讓人喘不過去，幾乎每一個禮拜我們都會看到全新的 AI 模型發布，接着伴隨而來的就是各大科技巨頭進行大規模裁員的新聞。你一定聽過很多極端的說法，對吧？有一派人深信 AI 會讓我們進入一個不需要工作、擁有無限富裕的烏托邦，但另一派人則嚴厲警告 AI 會徹底摧毀我們所有的工作機會，讓多數人流落街頭。身為一個實戰派的分析師，我必須很殘酷地告訴各位，我們絕對不能只聽信硅谷科技圈那些為了拉抬股價而設計的宣傳語，我們必須冷靜下來，回歸嚴謹的經濟學邏輯，才能看清未來的真實面貌。其實恐慌往往來自於未知，當我們把底層邏輯拆解清楚，你就會發現這一切都有跡可循。所以我們來做一個深度的思想實驗，人工智慧到底會讓我們所有人都變成億萬富翁，還是會殘酷地搶走我們所有的飯碗？其實這個問題的答案早就隱藏在一個長達150年的經濟學悖論之中。為了破解這個謎團，我們必須借用頂尖學者的智慧。史丹佛大學的頂尖經濟學家 Chad Jones 教授花了整整15年的時間，深入研究經濟成長的底層邏輯。我們為什麼要聽他的呢？因為他的分析不是像一般科技網紅那樣只看表面趨勢，他是拿着幾百年的總體經濟數據，透過嚴密的數學推導，提出了一套非常有說服力，而且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分析框架。這套框架能夠幫助我們撥開 AI 的神話外衣，看到經濟運作的骨幹。今天我就要帶你一步一步拆解這套框架，徹底看透 AI 與我們經濟未來的真實關係。今天這堂大師課，我們將拆解成6個核心步驟，讓大家有系統地掌握這個龐大的議題。第一步，我們分析 AI 未來的2大極端劇本；第二步，探討關鍵理論，也就是弱連結；第三步，解答為何算力暴增卻沒有帶來無限的財富；第四步，切開自動化取代工作的真相；第5步，直擊我們真正該擔心的危機；最後第6步，提供各位下個10年的生死法則。這是一場含金量極高的邏輯推演，準備好，我們就直接開始。我們繼續聊下去，先來進入第一部分 ，AI 未來的2大劇本，來看看目前產業界與學界對於未來的極端預測。根據市場目前的觀點，我們可以把對未來的預測清楚地分成2派。第一種劇本是硅谷科技巨頭們深信不疑的爆發性成長劇本。為什麼硅谷會這麼樂觀呢？因為他們相信 AI 具備一種自我進化的遞回能力。他們認為，一旦 AI 完美自動化了軟體工程，接着 AI 就會自己寫出更聰明的程式，自己做最頂尖的學術研究。最終，這會產生無數個虛擬愛因斯坦，在資料中心裡面不分晝夜地幫我們解決所有科學難題。這會讓全球經濟成長率呈現火箭般的爆發，帶領人類走向無限豐饒。然而，另一種劇本則是保守派經濟學家提出的常態發展劇本。這些學者認為 ，AI 雖然非常強大，但它終究只是一項如同過去電力或網絡一樣的通用技術。全球經濟的成長率依然會穩穩地維持在一個長期的平均值，也就是2%左右，根本不會有什麼瘋狂的經濟奇蹟發生。這2個劇本的落差實在太大了，對吧？到底哪一個才是對的？重點來了，我們為什麼要高度重視那個2%的常態成長預測呢？讓我們用歷史相似案例來做個深度對比。回顧過去150年的美國經濟歷史，我們經歷了無數次顛覆性的科技革命。1870年代的蒸汽動力，1920年代的電力普及，1970年代的資訊科技，一直到現在的人工智能。每一次新技術出現的時候，當時的人們都覺得世界要迎來幾十倍的經濟爆發了啦。但真實的數據結果呢？過去150年來，人類生活水準的平均年成長率始終非常精準地維持在2%左右。為什麼？我們拿1920年代的電力來舉例，電力的發明絕對是劃時代的。但當時的工廠為了使用中央蒸汽機，建築結構都是好幾層樓高的垂直設計，透過複雜的皮帶傳遞動力。當電力出現後，工廠老板不可能瞬間換掉一切，他們必須先把舊工廠拆除，重新買地，建造單層的寬廣廠房，並把小型的電動馬達安裝在每一條生產線的各個角落。
這個重新組織社會結構與生產流程的過程，整整花了30年的時間，才真正反映在經濟生產力的提升上。科技雖然強大，但人類社會消化新技術的速度其實是非常緩慢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不能單看技術的突破，還要看社會吸收技術的物理極限。接下來這點超級重要，我們進入第二部分關鍵理論，也就是弱連結。這是解釋為什麼經濟成長永遠這麼緩慢的最核心關鍵。弱連結理論的核心概念非常直白，而且極度符合現實邏輯。一個系統的整體強度完全取決於它最脆弱的那個環節。只要其中一個必要的任務失敗了，整個系統創造的價值就會被徹底卡住，甚至直接歸零。我們用一個生活化的例子來說明，這就像是你準備烤一個頂級的蛋糕，你買了最昂貴的日本麵粉、最頂級的法國奶油，還有一台要價不菲的專業烤箱。但是你唯獨忘記加入一包只要幾十塊錢的酵母粉，結果就是你烤出來的東西根本不是蛋糕，而是一塊毫無價值的硬餅。在這個系統裡，酵母粉就是那個弱連結。歷史上最著名的慘痛教訓就是1986年的挑戰者號太空梭爆炸事件，一整台造價高達幾十億美元，集結了當時人類最高科技的太空梭，最後竟然因為一個價值僅僅25美元的橡膠 O 型環，在低溫下失去彈性而失效，導致了整台太空梭的徹底毀滅。這就是弱連結的恐怖威力。它告訴我們，系統的產出不是由最強的部分決定，而是由最弱的部分限制。了解弱連結的概念後，我們進入第三部分，算力暴增為何沒暴富？讓我們利用這個概念來解開一個關於運算能力的巨大邏輯謎題。現在你的口袋裡放着一只智慧型手機，這台手機裡面的電晶體數量是1970年代超級電腦的1億倍，這個數字非常驚人，對吧？1億倍的運算能力。但是你可以誠實地問問自己，你的日常生產力有1億倍嗎？你的銀行存款有比1970年代的普通人多出1億倍嗎？完全沒有。為什麼會這樣？因為你的電腦可以在1毫秒之內反轉極其複雜的數學矩陣，但問題是，你必須先花幾個小時去思考要輸入什麼數據，你要解決什麼商業問題，甚至在 AI 給出答案後，你還要花大半天去驗證它有沒有產生幻覺。在這個運算的協作系統中，那台擁有1億倍算力的機器早就不是瓶頸了。身為人類的你，你的認知極限，你的思考速度，才是那個拖慢整個流程的弱連結。機器的速度再快，只要它還需要人類下達指令與確認，整體的產出速度就一定會被人類的處理速度給拉下來。根據長期的歷史統計數據，經濟成長的果實分配存在着一個非常穩定的比例。大約有 66.7% 的收益會分配給勞動力，而剩下的 33.3% 則是資本的報酬。這帶出了一個非常深刻的經濟學洞察。經濟學的底層邏輯永遠是物以稀為貴，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稀缺性。什麼東西稀缺，什麼東西就能在市場上獲得極高的報酬。在過去的20-30年間，全球電腦的數量增加了成千上萬倍，運算資源變得無所不在。結果呢？電腦佔整體經濟的報酬比例其實是在持續下降的，因為電腦變得極度豐沛且廉價，它們不再稀缺，反而身為弱連結的人類勞動力，因為數量有限，認知能力具備稀缺性，仍然在經濟體系中維持就不可取代的高昂經濟價值。這聽起來很違反直覺，但事實就是，越自動化的世界，剩下那些不能被自動化的人類特質，反而變得越值錢。這點出了一個矽谷創投們常常故意忽略的盲點。許多人天真的以為，只要我們發明了可以完美取代軟體工程師的 AI， 人類的財富就會迎來無限爆發。但實際上，根據弱連結模型的精密計算，如果你把單一項任務完美自動化，甚至讓軟體的供應量達到無限大，邊際成本降為0，整體經濟財富的增加幅度也只會等同於該項任務在總體經濟中所佔的比例。以美國為例，整個軟體產業大約只佔全國 GDP 的2%。也就是說，即便 AI 瞬間解決了地球上所有寫程式的問題，整體社會的富裕程度最多也只會增加2%而已。為什麼？因為真實世界還有無數個其他沒有被自動化的環節在限制着我們。你要蓋資料中心，你需要花幾年的時間去申請政府的土地與環保許可。電力網的物理傳輸極限卡死了你的能源供應，全球的銅礦供應鏈也面臨短缺。
這些實體世界的物理與法規限制，全都是 AI 無法跨越的全新弱連結。不管你的演算法多聰明，你終究需要實體的電纜、實體的土地和實體的能源。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因為實體世界的種種限制，整體經濟絕對不會瞬間暴富。那麼具體到我們每一個人的工作呢？我們進入第4部分，自動化取代工作的真相，來深度探討 AI 究竟是如何影響勞動市場的。深度學習之父 Geoffrey Hinton 在2016年曾經公開說過一句非常有名的話，他說：“我們應該停止訓練放射科醫師，因為5年內深度學習就會做得比他們更好。”這句話在當時的醫療界與科技界引起了極大的恐慌。然而事實證明，這位偉大的科學家完全錯了。現在距離2016年早就過了不止5年，放射科醫師不但沒有失業，相反地，全球的放射科醫師數量比以前更多，而且他們的平均薪水變得更高了。這聽起來很不合理，對吧？科技明明進步了這麼多， AI 看讀醫學影像的能力也確實在很多方面超越了人類。那為什麼放射科醫師不但沒被淘汰，反而越來越吃香？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真相是我們對工作這2個字的理解太過平平了。任何一個專業職位其實都是由上百個不同的任務捆綁而成的。當 AI 能夠完美自動化其中75%的常規任務時，例如快速判讀大量的基礎 X 光片，剩下那25%必須由人類來執行的任務，例如與主治醫師進行跨科別的深度協調，安撫家屬的情緒，並解釋複雜病情，或是處理那些最特殊邊緣的罕見病例，這些純人類任務就會瞬間成為整個醫療流程中的弱連結。而我們前面一再強調，弱連結意味着稀缺，稀缺就會帶來更高的市場報酬。因為有了 AI 的超強輔助，放射科醫師的整體產出效率大幅提升了，這反而強烈推高了他們的市場價值。這就跟無人駕駛汽車的發展困境一模一樣。2012年，大家普遍覺得司機5年後就會絕跡，結果20年過去了，要處理實體世界那最後5%的突發狀況，例如一個小孩突然追着球跑上馬路，這種邊緣情境竟然需要耗費工程師95%的精力去解決。這再次完美證明了弱連結理論在現實生活中的強大作用，也就是說 ，AI 取代的是任務，而不是整個工作。這將帶我們進入第5部分，真正該擔心的危機。大家先不要太過樂觀，雖然弱連結理論解釋了經濟不會瞬間起飛，也不會瞬間摧毀所有人的工作，但這個理論其實帶有一個非常恐怖的黑暗面，也就是弱連結的極端不對稱性。什麼叫做極端不對稱性？簡單來說，經濟成長需要漫長的積累，但毀滅只需瞬間。要想讓一個國家的經濟產生幾十倍的爆發性成長，你需要花費幾十年的時間，把產業鏈上的每一個弱連結都逐一強化、自動化。這是一條極度漫長且艱辛的道路。但是，如果你想要摧毀整個系統，你根本不需要大費周章去破壞所有東西。特別是在我們現代這個高度互聯的社會，金融系統、電網基礎設施全都是緊密相連的。你只需要精準打斷其中一個微小的關鍵連結，整個系統的巨大價值就會在一個晚上瞬間崩潰。建設需要100年，摧毀卻只要1秒鐘。這正是我們在面對強大 AI 時必須感到毛骨悚然的地方。我們花了幾百年建立的文明系統，其實比我們想象中還要脆弱許多。讓我們具體推演一下這個災難性的發展步驟，這絕對不是危言聳聽哦。第一步，最強大的 AI 模型被開源釋出到了網絡上，這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下載這個擁有頂尖專家智商的超級大腦。第二步，某個惡意分子或恐怖組織輕鬆地繞過了模型的安全限制，這在技術上被稱為越獄，也就是駭客利用惡意的提示詞強制剝除開發者設定的道德與安全護欄，逼迫 AI 產出極具破壞性的指令。第三步，他們利用這個已經黑化的超級 AI， 自動去尋找全球金融系統的深層程式漏洞，瞬間歸零幾千萬人的銀行賬戶，或是更糟的，要求 AI 設計出潛伏期極長、致死率極高的致命病毒。
過去我們能夠幸運避免核子毀滅，是因為發射核彈的按鈕只掌握在極少數大國領袖的公事包裡。但如果未來的世界，全世界80億人都能透過網絡輕易連上這個足以毀滅人類文明的超級武器，我們還能保證永遠沒有任何一個瘋子按下那顆按鈕嗎？這不是科幻電影的情節，這是未來1到3年內我們真實面臨的迫切威脅。伯克萊大學的頂尖電腦科學教授 Stuart Russell 提出了一個非常沉重且直擊靈魂的問題：我們該如何永遠保持對那些比我們更強大的實體的控制權？這就像是某天晚上，我們突然得知有一艘外星太空船正從冥王星全速飛向地球。一開始大眾可能會感到很興奮，但如果我們回顧人類殘酷的歷史，當一個技術先進的文明遇到一個相對落後的文明時，落後的那一方從來都沒有好下場，創造出在認知能力、學習速度上全面超越人類的外星智慧，並且試圖控制它，這是我們這個物種當前面臨最大的生存挑戰。我們絕對沒有犯錯的空間。如果我們沒有處理好安全對齊的問題，我們創造出來的可能不是工具，而是我們自己的继承者。最後總結今天的3大重點之前，我們進入第6部分，下個10年的生存法則。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經濟成長緩慢但存在極端尾部風險的轉型期，身為不同人的我們，該如何為自己與家人建立有效的防禦機制？這點超級重要。身為分析師，我為各位整理了3個最具實務操作性的防禦策略。第一，你的職涯發展必須立刻轉向管理與人機協調。純粹的硬技能與重複性的執行工作將會被 AI 迅速貶值。你需要成為那個能夠理解商業目標，並將各種 AI 資源整合起來的溝通者。第二，在工作流程上，讓 AI 去做所有的基礎執行與草稿產出，但人類必須死死掌握最終的判斷權與責任歸屬。企業因為面臨龐大的法律風險，他們絕對不敢輕易讓 AI 直接上線做決策，他們永遠需要真實的人類來承擔風險與最終審查。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實務觀點，你必須盡可能去持有廣泛市場的資本，例如定期定額投資標普500指數。為什麼這是一種防禦？因為如果在未來人類勞動力的價值真的無可避免地受到挑戰並貶值，那麼企業端就會因為 AI 帶來的巨大生產力而大幅降低成本，將這些紅利轉化為驚人的企業利潤。當你擁有頂尖科技公司的股份時，你就是站在資本的這一端，透過吸收這些利潤來對沖你勞動力貶值的風險。資本市場將會是你最後的防護網。透過邏輯的對比，我們可以清楚地劃分出未來人與機器的界限。未來機器的能力範疇會專注在完美的執行力、急速編寫幾十萬行的程式碼，以及處理海量的數據分析。這些曾經是人類引以為傲、能領取高薪的硬技能，將會變得像水電一樣廉價且普及。而人類的必備生存條件，則會完全退守到高階的商業判斷、跨部門的同理心溝通，以及最終結果的法律與道德當責。這是一個非常清晰的敘事。AI 可以負責寫出幾千行毫無破綻的程式碼，但是你需要一位具備同理心與談判技巧的人類主管，去說服挑剔的客戶買單這套系統。誰能穩穩守住這些人類專屬的價值護城河，誰就能在未來的職場洗牌中立於不敗之地。不要試圖跟機器比拼速度，你要做的是機器無法承擔的責任與溫度。在今天深度分析的最後，我想拋出一個值得所有人深思的問題：如果我們足夠幸運，成功避開了所有的災難性風險，並且在幾十年後 AI 真的突破了實體世界的重重瓶頸，為人類世界帶來了極度爆發性的物質豐饒，到那個時候，這個社會將會如何選擇重新分配這筆驚人的龐大財富？當多數的普通人不再需要為了滿足溫飽而出賣自己的勞力時，我們是否具備足夠的政治智慧，去建立一個完善的稅收與財富重分配機制，讓每一個人都能過上如同無憂無慮的夏令營般的生活？這將是我們這個世代在政治體制與經濟學上必須共同面對的最終大考。這不只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關於人類尊嚴與生存意義的哲學挑戰。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人工智慧不會瞬間創造無限財富，
因為弱連結與實體世界的瓶頸會限制精緻的成長速度。然而 AI 會將人類的工作重新洗牌，判斷力、溝通協調與責任承擔將成為最稀缺的價值。我們必須極度警惕強大技術民主化所帶來的災難性風險，同時透過長期投資廣泛的資產市場與提升高階管理技能，在這場長達數十年的經濟轉型期中為自己站穩腳步。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